泽连斯基谈及中国，用世界大战做警告，反而证明中国在拯救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中国提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倡议文件。由于中国坚定地维持中立的态度和立场，而且劝谈促和的政策一直没变，因而遭到了美国的不断抹黑和诬陷。但是作为冲突的当事国，俄罗斯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支持。泽连斯基政府则希望中国这个实力排名全球第2的国家能够站到乌克兰一边。部分网友不太理解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坚持中立的战略意义，或者说不理解为什么中俄关系非常友好，而泽连斯基政府在收购马达西奇公司的事件中损害了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中立的态度。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不是乌克兰危机的涉事方，所以坚持中立的出发点是基于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国与欧洲和美国都需要维持长期的经济交往，中国也需要与俄罗斯、与乌克兰开展正常的贸易。只有不参与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才能避免自己被消耗。一个崛起的大国不涉入战争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这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最有利的。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是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但是这个关系是有底线的，所以俄罗斯也明白中国不可能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给俄罗斯提供支持，不可能向俄军提供武器装备。当然，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它也有自己的立场。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保持中立，明明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个话到了泽连斯基的嘴里可就有点变味了。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向后者提供武器援助，那么全世界将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中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证实，中国并没有给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装备。那么上述这番言论表明泽连斯基对中国维持中立的立场有所不满，但也等于撇清了布林肯对中国的所有污蔑。看到这里，国内的一些自媒体谴责泽连斯基，认为他在用世界大战来警告中国。其实我们还不能这么认识，因为中国不参与俄乌冲突的原因与世界大战毫无关系。中国没有站队乌克兰，给了俄罗斯这个核大国不走极端的理由，因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还有机会融入中国经济圈，而不会陷入绝境。相反，如果中国站在了俄罗斯一边，用武器装备支援了俄罗斯军队，那么中国与俄罗斯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军事结盟，将有可能与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一场新冷战。虽然冷战还不等于是世界大战，但这个结果一定是最符合美国意愿的另一场集团之间的对抗。如果集团间的对抗加剧，那么距离世界大战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此外，北约之所以不下场直接参战，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是核大国，拥有核武器的双方激烈对抗，搞不好就会发生核战争，后果难以预料。北约不直接参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了通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方式有打赢俄罗斯军队的希望。如果中国下场参与俄乌冲突，北约必然会在这场与俄罗斯的较量中走上更极端的道路。你也可以理解为，基于中国强大的实力，又保持了中立，使俄罗斯和西方都有了退路和希望，这就是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所以，与其说泽连斯基是在用世界大战警告中国，还不如说他的话证明了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持的立场对世界和平有多么重要。一场与中国无关的消耗战，其爆发之时，任何国家都没有和中国协调。爆发之后，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还想把中国拉下水，他们忘了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和平发展。泽连斯基说了半天，无非就是认定中国不会下场，但是中国的选择与帮助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无关。现在美国和北约不断的在用假设性的议题指责中国，害怕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反而证明了他们心中的焦虑和担忧。这种在外交场合基于假设对中国的指责，我们可以强硬反驳，也可以不予理会，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最终的事实将会打脸美国和北约的外交信誉。
总之，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最好的选择。这才是确保中国崛起的大智慧。在美国和北约污蔑中国可能军援俄罗斯的当下，国内的自媒体可不能帮着美国人说话。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